政治人物出来面对，欢迎收看《今天谁来配》，我是钟佩君。今天特别来宾，我们请到了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隆，欢迎董事长。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家每次看到董事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基金会做出来的各种民调，然后很多的政论节目也会从基金会做的民调去进一步的分析现在各种议题的情况。那当然，现在这个随着上个星期五。这个大法官释宪的结果出来，那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的关系也再一次的引起很多的讨论。目前根据这个基金会做出来的调查，我们的卓荣泰内阁的施政满意度，凭良心讲是满意的人比较多。这个满意度镜面上授给观众朋友看了，满意度是45.3%，那相较于不满意是35.5%。不过呢，有趣或者说你说值得注意的事情哦，是非常不满意的比例是从7.3%急剧上升到12.3%哦。这个其实意味着这个可能未来在卓内阁的支持度两极化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加剧哦。那如果从这个数字上反推，也就是说单月之内对内阁不满意的民众可能增加了近100万人哦。老师您怎么解读这种强烈不满意的增加，是对这个特定某一个议题或单一的面向特别不认同的原因吗？我想这因素一定很多啦，一定很多。那卓内阁上台之后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很平稳表现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那所以他的从5月上台之后到现在10个月我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他这个满意度就维持在4.5%左右，但是不满意呢，大概就在3%出头。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说从蔡英文上台以后，经历过4次内阁嘛，每一次内阁的表现都不一样。那卓荣泰如果跟过去林全然后赖清德、苏贞昌、陈建仁内阁比较起来的话，他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陈建仁比较像。比较接近，比林全好，明显的比较好，但是跟赖清德跟苏贞昌相比又落后一大截。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来看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卓内阁没有出什么大的状况他们没有出什么大的状况，那他碰到的状况都是跟国会有关的。对。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敌意很强的一个国会，3党不过半，然后蓝白结合起来，那他的施政就碰到这些很困难的问题。国会改革法案的一上来就碰到这个嘛，然后接下来一路下来，死刑然后死刑释宪。然后一连串的这些大的问题的出现，当然还有那个阁员3不5时也会出包了包括像郭智慧部长的这个可以在菲律宾种电，然后送回来等等像内政部或者像农委会这些。不过整体来讲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说还算平稳但是你刚刚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说非常不满意的人增加1个月内增加了5个百分点，那代表的是将近100万人的不满。我觉得从一个趋势的角度来看，这个对他来讲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这可能会加剧了他在这个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的找到平衡的那个难度，对，因为如果民意呈现两极化的时候，对这个两院要达成共识或者那个和解饭的那种场面，其实接下来看起来可能继续吃，但是也可能继续复制不会成功的状况。立法院开议将近1个月那9月跟10月的政党支持度相比，民进党是下降4.4%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分别增加2.1%跟0.6%。您认为这个起伏消长是不是某种程度它反映了立法院我们刚刚谈到了可能这个朝野冲突的议题的整体表现评价？政党支持度的升降都有它背后的原因。而且1个、2个、3个、4个，如果是3个以上的这种
升降，是代表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哈。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从年初1月开始一路这个攀升啊，那从31到37真的一路是往上了这一次这个下滑了4.4个百分点。正好我觉得综合研判，在那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政治上比较醒目的事情，一个就是死刑释宪死刑释宪这个其实是在蔡英文总统任内，这个司法院宪法法庭接受民众陈情，然后决定针对死刑是否合宪做讨论，然后进一步做决定那可是这个案子因为太重大了，所以从4月一直到9月，对才最后出炉。9月20号我记得，所以出炉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有85%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希望死刑能够维持下去的。现在这个判决出现，这是代表说出现了一个变数，是不是这个民进党执政当局想借由释宪，然后来这个废除死刑？很多人心中是有疑虑的。不过这个死刑一宣判之后呢，却很多人可能觉得哇，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这个宣判就是说死刑不违宪，但是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标准。那更严格的标准就会使得未来死刑的宣判更加的困难。所以也有相当的人是不能够接受，但是可是接受人竟然是比较多的。40%，我记得大概7%的人是可以接受，然后2%、3%是不大能接受。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对民进党的支持度是有伤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死刑这个宣判，就是说死刑释宪这个冲击是很全面的。即便人们能够接受，说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内心还是觉得，还是觉得对啊，还是觉得，不必这样子做嘛因为我之前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说，如果宪法法庭判决是这个死刑是违宪的，你能不能接受？那时候有67%的人是说不能接受。甚至有这个可能是超过50%以上的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现在是7%能够接受，表示说这些人松了一口气这个宪法法庭没有直接宣判说你是违宪嘛，你是合宪，可是需要要更严格一点。但是这个我觉得从2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说对民进党的杀伤力是骤减的。但是还是有杀伤力，杀伤力减少还是有杀伤力，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赖清德总统从他上任以来，很少在一段时间里面这么频繁的针对重大的这些两岸的议题表达他的立场，表达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意见主张。可是从这个9月初开始到现在为止，你看看。这个有多次的他的包括接受电视的专访或者是国庆晚会的讲话或者是国庆演说，更直截了当。他所表达的这些观点或者这些主张包括这个像中国这个为什么跟俄罗斯签订爱魂条约，这个上旋入国，这个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不明不白没了。中共为什么不去追究？一天到晚来这个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其实他讲这些话，当然是很有怎么样？就是说那种是有冲击力的是有另外你在讲说祖国论那他讲说这个中华民国的人民的祖国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这个成立的时间有先后嘛。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啦。不过对于听在这个中共当局的
耳朵也是听不进去的啊，那也是前所未见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对抗啊这个对岸这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国庆演说更直截了当，我讲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是中共当局最忌讳的，因为前不久这个美国当局还有这个 IPEC， 这个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啦，都是欧美这些国家组成的，他们是在讲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是跟台湾无关的，那这种主张，其实对中国当局来讲，这是没办法接受。他们长期以来就讲一中原则啊，一中原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原则，可是全世界各国其实没有接受一中原则，只接受他们都有 One China Policy 一中政策，所以很清楚的，长期以来他们的这些差别就在于，中国一再主张说台湾是它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国家说，我们没有谈到这些东西，我们的 One China Policy 就是承认你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赖总统国庆演说这样讲，其实是那种力道是很强的。那这样一来的话，也有后遗症。这个可能新增了不少中华民国派的朋友，中华民国派的支持者，可是也得罪了这个泛绿阵营里面的独派呀。因为独派觉得说我们不喜欢。被称为是中华民国啊，